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小王养成日记。我是长得像84年，实际上94年的小王。那最近呢，很多看了我视频的小伙伴跑过来问我说：“小王哥，我想找一份实习，我想快速的提高自己的能力，我该怎么做呢？”很多小伙伴估计还在上大学，甚至有些小伙伴有自己的本职工作，所以说像我当年那样逃课去实习，我觉得不太现实。那我们现实来看，有什么方法能够让自己在学校就能快速的提高自己的能力呢？我给你们的建议是做一名 UP 主。这个视频我就来告诉你们，做一个 UP 主到底能给你们带来多大的提升。老惯例，看我的视频不用记笔记，截屏即可。那从数据上来看呢，进度条走到这儿，应该有一大波观众想要离开了，所以呢，我们直入主题，从普适性最高的点来讲。第一点呢是心态催熟，相信很多小伙伴看到这个词一定会轻蔑的发出一声切。其实现实中往往就是这些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很 OK 的点，让我们在与同龄人的竞争中处于下风。我呢，这里先拿我自己举个例子，我该不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在拉粑粑的时候被裁员的人吧？智慧网友这样说：哟，来 B 站卖惨来了，博同情来了。来，兄弟们，我们团结起来！这有人来 B 站博同情来了，我们就踩他，踩他！当阿婆主前，我博了个呀！当阿婆主后，亲，人家并没有卖惨博同情哦，人家并不惨哦，人家只是在分享日常生活哦。然后我在这个学校学的是电气工程机动化专业，最后呢，老师在学校群里面发了一个我们4年综合成绩的成绩单，我排名我们专业的倒数第3。智慧网友这样说：哟，还拿个学位证啊？就你这样的配吗？啊，您配吗？当阿婆主前，补考你他妈帮我过的呀！当阿婆主后，亲说的很是呢。人家以后一定会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继续生活哦。我估计这个时候很多观众坐不住了，肯定想跟我说：“小王，你是不是跟我俩搁这块吹呢？你要遇到那种极品大智慧网友，你怎么办呢？你也能这么平和吗？”这个说的对啊，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。要是遇到了顶级的智慧网友的话，我可能也会有一些应激反应。但做了 UP 主之后呢，顶多也就是这样的。你叉叉放错带了，重来。我要对你永远报以微笑，因为你是我们的上帝，库克呀，上帝呀！怎么样？是不是做了 UP 主之后，心态一下就成熟了？你们自己品。拖延症这个词儿啊，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，估计有很多人都跟小王一样是重度拖延症。不知道有多少人呢，在大学都跟我有过类似的经历，就突然有那么一天，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，突然心血来潮了，觉得自己不能再这么颓废下去了。从明天开始，我就要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让自己充满正能量。结果呢，计划做的特别完善，早上6点就起床了。起床之后一看，室友全没醒，距离图书馆开馆还有2个小时。那我也不能啥也不干呢，我这再睡我不就睡过去了吗？那我不就得精神吗？那行吧，那我先开把游戏吧，赢一把，咱今天就开始正能量的一天。A summoner has disconnected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Enemy quadra kill. An enemy is godlike. Defeat. 结果这一天就过去了。那为什么说做 UP 主能够帮我们快速的治疗好这个拖延症呢？因为你做 UP 主的话，你只要什么都不干，你就在那什么都不干，那个号放在那儿，它就不停的在掉粉，就你就看那个粉丝就跟你的头发一样，一直在那儿掉。这种掉粉会给你产生一种焦虑，促使你必须去往下推进这个事儿。那长此以往呢，做个1-2年，估计你不仅仅能把你的拖延症治好，甚至说你都拥有了一个项目经理所应该拥有的基本素养。人类有一个特别可怕的心理现象，叫做从众心理。很多时候我们的想法都会被群体以及很多传统的思维所限制。感兴趣的同学呢，可以去读一本叫做《乌合之众》的书，这本书讲的就是群体效应跟从众心理。那今天呢，为了方便大家理解，我给大家举一个不那么恰当的例子。相信很多小伙伴在上学的时候都有过特别想努力学习、努力听课，但是一到上某个老师的课的时候，就上课未半而中到睡着的经历。传统的思维呢，这个时候就会告诉我们自己说，是我们不够努力，从而让我们产生大量的负罪感，并且怀疑自己。但实际上呢，如果你抛开这些，客观的来看待这个问题，你会得出很多新的结论。为啥这个老师上课脸色这么难看呢？这样很影响我们学生上课的上课体验呢？为啥老师从来不跟我们互动呢？单向传播严重影响传播效率了。为啥咱老师从来不在课程里边加一些包袱呢？45分钟的课，如果哭到的话，最后的听讲留存率一定会特别的惨。当你客观看待这个问题之后，你就能让自己做出一些改变来应对你所发现的这些问题。比如说，你发现某个老师他上课讲得很枯燥，但是他讲的干货很多，但你在上他课的时候，你就可以以记笔记为主，下课之后呢增强复习。而有些老师呢，可能他上课跟你互动比较多，你没有办法记那么多的笔记，所以呢，你需要提炼出一些优先级比较高的一些知识点。那你就可以在下课之后有针对性的去找这些老师，然后去
标明这些知识的重要程度。独立思维能力呢，让我们能够快速的发现问题，并且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，最终呢第一时间解决这个问题，从而提高我们的效率。估计有人这个时候又要骂我了，小王你要点脸吗？你大学倒数第3，差点没毕业，你有什么资格说人家老师讲课讲的不好啊？这里必须要说的是，每个老师能够站在讲台上，都是对自己实力的一种体现。我个人呢尊重每一位老师，但是我们看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把眼光放到整个教师的领域里边，你会发现那些名师，比如说像什么张雪峰啊，像李永乐啊，他们之所以有那么多的学生喜欢他们，就是因为他们在意学生给他的反馈，也在意一些相关的数据，他们会去思考、去研究、去优化，所以他们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这个领域比较牛逼的那些人。最后一点就很现实了，因为大家都发现了，现在实习的 offer 也并不是那么好拿的，同时呢，我们还要兼顾我们自己的学业，甚至一些其他的工作。而做一名 UP 主呢，你完全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，你不需要拿到实习的 offer， 你也不需要逃课，你只需要一个能拍摄的智能手机，一个能剪辑的电脑。我觉得这2样东西90%的大学生应该都有。估计很多学弟学妹这个时候又要问我了，说王哥呀，我啥也不会呀，我啥也不会，我能拍啥呀？老弟呀，知道现在什么视频类型最火不 ？Vlog 最火。Vlog 是干啥的？记录你自己的生活就完事儿了。为啥呢？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生活跟你是一模一样的。5线城市呢，想看1线城市那种大城市的繁华；大城市的呢，往往呢又喜欢看小镇青年的小镇生活。这些难道你拍不了吗？至于这些后面的那些问题，欢迎去看我的第2期视频，在此我也不多赘述了。除了咱们以上说的这些，做 UP 主还能让你学会与人相处、实战数据分析、实战线上线下活动策划，获得成就感，甚至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。比如说我的小王养成日记，上一周刚刚开通创作基地，发了2个视频，累计播放量大概11万左右，那我总共得到了300多块钱的收入。我觉得这个收入对于很多大学生来说还是蛮不错的。还有很多人其实并不重视我上面所提到这些能力提升，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东西最后并没有转化成岗位跟就业来帮助到他们。其实并不是这样的。在我刚上大学的2013年呢，那个时候市面上几乎没有人在做新媒体运营，或者那个时候他们也不管那个叫新媒体运营。但是我们看像今天2019年，新媒体运营已经成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职业群体，而且近几年我们看到新媒体行业正在快速的向视频内容靠拢。市面上呢甚至出现了很多公司，他们的主营业务就是在帮其他的公司代运营 B 站账号。所以在这种大趋势之下，你怎么能说这件事不能帮你解决就业呢？假如这期视频的点赞量突破1万，我会在我的文字专栏里面罗列出更多做 UP 主能给我们带来的能力提升。啥玩意儿？你说我又来骗蛋来了？真不是啊，老铁，我就是想偷个懒儿。要不咱们看看下面的事实再说话行不？去看干货。本期视频点赞突破5000，我将会把我同1000多个候选人中突我的出身跟你们一些的粉丝写一篇文章贴上。校长呢是一个很大的课程，中间包含了太多的事情。这期视频呢，我就先给大家讲一讲重点的最后的结论。顺带提一嘴，为了进一步的降低对动态用户的打扰，所以呢，我今后可能不会再向动态里边转发这些参与小红帽计划的视频了。我把它们统一收藏到我个人的收藏夹里边，所以随时欢迎大家到我的主页里边点收藏夹，对这些新人进行鼓励与支持。如果你觉得视频不错的话，欢迎3连支持，让更多的人看到。我是小王，一个陪你成长的养成 UP 主，关注我，看见更多你自己身上的可能性。宝贝们，咱们下期再见。